守了吧？你别说你还是处女啊！别说了，完蛋了，没人听见吧？男未婚女未嫁，就是谈不成。交个朋友咋的了？安静，各位安静一下。刘小飞、陈晨、赵刚、曾凡，留下开会。曾凡，醒醒了，开会了，一会儿回家去睡。老张，曾凡出事儿了！我是谁？我怎么在这里？啊，你醒了，也不说话，吓我一跳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醒过来，头脑还不清醒，昏昏沉沉。这小护士眼睛真亮，长腿细腰，前凸后翘啊！你昏迷3天了，可算是醒了。我去通知陈医生。我昏迷3天了，直击的项目完成了，想趴在桌上眯一会儿，再睁眼就在医院了。真遗憾呀，既没有猝死，又没有穿越重生，辛苦了这么多年，除了一身赘肉，还是一无所有哟。小伙子，感觉怎么样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什么不舒服的，感觉就是睡了一觉，现在很想吃东西。睡了3天，肚子饿很正常，可以吃点清淡的东西，再观察1晚，没什么异常，明天你就可以出院了。曾凡，你是程序员，一定会修电脑吧？优化一下，杀毒，做系统还可以，太复杂的不行，硬件问题也没办法。我一会儿拿过来，你给我弄弄吧，卡得要死。我先谢谢你了，我请你吃晚饭。这不卡才怪。潜伏了这么多小东西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电脑弄好了？你可真要好好的谢谢我，你这电脑的问题大了，一般人还真解决不了。知道你劳苦功高，所以我请你吃饭。医生交代你只能吃清淡的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，别嫌弃简单啊。饭比修电脑重要多了。你电脑强行安装的垃圾软件太多了，我都给你清理了，一些常规的病毒木马也都清理了，安全防护按照我电早等级做好了。比以前快多了，挺好挺好，谢谢你啦。加个微信 QQ 吧，以后有问题还找你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么不情愿，是不是怕嫂子吃醋啊？那还是算了吧。什么嫂子？她吃醋关我啥事儿？哦，明白了，我单身一个人，没女朋友没老婆，没人吃醋。你电脑被人监控了，都调用过你的摄像头，有2种不同的木马程序，我刚才针对性编了个追踪软件。啊，真的吗？有2种不同的木马程序，我刚才针对性编了个追踪软件。啊，真的吗？现在不用怕，我已经把漏洞堵上了，以后你可以用胶布贴上摄像头，用的时候再撕掉，只要对方再监控你，会对我软件留下痕迹，你还能看到他，还能喊话吓唬他一下。哎，李红，下班了准备去哪儿吃饭？还能去哪里？回家吃自己。你和那个程序员大叔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那个过了吗？他技术怎么样啊？刘小媛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污？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，就一起吃过2次饭而已，对你这大美女都不动心吗？还好姐妹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好红姐，不敢了，我这不是替你着急吗？再过2年你就30了，没听过吗？男人30一枝花，女人30豆腐渣。李红，你们去约会了。行了，你怎么和我妈似的？她今儿上午刚来电话里唠叨我一顿，你又来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约起来吧！他不主动，你不主动，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成功？这不好吧？主动约人家是不是有点掉价？我的好姐姐，这都啥年代了，你还满脑子封建思想，怪不得你谈2个男朋友都谈没了，你也太保守了吧！你别说你还是处女啊！别说了，完蛋了，没人听见吧？男未婚女未嫁，就是谈不成。交个朋友咋的啦？手机给我，真替你着急。美女，给大爷笑一个。哎呀，手机还我！谁让你发照片了？只能放到你这里了，拜拜了，姐妹儿。这是李红，刘小媛拍的，专业摄影师都达不到这效果。
你下班了吗？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饭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你没有晚，是我来的早了。李红，一会儿去看场电影吧，我订了8点的票。好啊，我也好长时间没看电影了。这双手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我就住前面的小区，几分钟就到了。你住的比较远，不用送了。那怎么行？必须送到门口。你每天几点上班啊？不到7点吧。我最近上白班，早上8点前就要打卡。我比你晚1个小时。我到了，要不要上去坐坐？这么晚了，不打扰你们吗？我室友这个时间正在直播呢，你不嫌他吵就行。我平时也没少看网络直播，还没见过主播线下啥样呢，正好见识一下。李红，我在你楼下，开下门。你怎么来了？咱俩上班要坐同一趟地铁，正好一起啊。你吃早餐了没？我买的包子。那好吧，我也煮了点面条，正好一块吃吧。你那室友呢？还在睡觉吗？他每天直播到凌晨2点，要中午才能起床呢。睡觉睡到自然醒，主播这工作也挺不错呀。你是光见贼吃肉，没看过贼挨打。反正我是干不了这个。哎，你说的对。现在的小孩真是啊，他太不讲究场合了。你给我拿着手机。那个女生快不行了！大哥，快救救文文吧，求求你了！没事了，别怕。说吧，什么事非得见面才说？公司安排我去阳城出差，可能要1个星期，下午就走。最近不能送你上班了。哦，知道了。我正好过2天也要值夜班了，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，尤其是保重身体，别沾染上些不干净的病。哦，不会的，我肠胃好，适应强。公司安排正规酒店，我们几个同事一起去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好了，不用解释，到那边安顿好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回去了。您好，是曾凡先生吧？能耽误您几分钟吗？我是曾凡，我们不认识吧？税后年薪100万以上。真遗憾，你如果3个月前找我，我一定答应。现在我升职了，目前不想换工作，谢谢看中，再见。情况就是这样，不出意外，明天就可以全部完成了。他们几个明天的工作完成就可以回去了。房费是按照7天交的，愿意再玩2天也没关系，不耽误下周上班就行。曾凡，你后天要留下来配合一下我们工作。密码怎么总能猜出来？老板，给我打几个双球球，鸡拳。到底是几个？不说清楚怎么打？那来100个吧，选同一组好球球。先别忙了，洗洗手吃饭吧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工作太投入了，我们都回来1个小时了，真是废寝忘食啊，大忙人。大家看，这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，怎么样？红白相间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只会这1个菜，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厨房小能手呢。这是在我闺蜜家里，我们俩原先一起租房子住的。
你怎么了？急吼吼的，痔疮发作了？我哪有什么痔疮啊？这是激动！我们要发财了！我下午买的球球乐中奖了！哎，我刚换下来的衣服呢？你着什么急？东西我都掏出来了，这不是你的彩票。哎呀妈呀，这感觉太刺激，吓得我都要心脏病发作了。中了多少把你激动成这样？真的，2.86亿奖金！再捶我的腿要断了，姑奶奶！啊，刚刚中奖就开始嫌弃我老了？怎么可能？要不我们结婚吧，结了婚再去领奖，这就是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了，这你总放心了吧？你们搬过来有一阵子了吧？住着还习惯吧？还行啊，挺好的，上班近，买东西也方便。怎么了？你有事就直说嘛。这么多年的同事，你一直都挺照顾我的，你就和我姐一样，咱们的关心还有什么事不好意思说的？说你们租的那房子，房东突然变诈了，宁愿赔钱也要毁约收回，所以你们还得搬家啊？这才几天啊，太过分了吧！你们的押金和房租中介费用全额退回，然后再免费帮你们找套房子，就是时间有点紧，他们让1天之内腾房，你姐夫再三争取，也才宽限到3天。我跟你姐夫说了，这2天啥也别干了，专心帮你们找房子搬家。好，你吃吧，不用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让你久等。没关系，我也才来了一会儿。快睡。2人套餐。听说你交了个护士当女朋友，还以为会和你一起过来呢。他也不太喜欢交际，所以就没带他来。你想见的话，有时间我们在家里招待你。他做饭的手艺不错。哟喂，这是向我炫耀吗？没有，我这不是顺着你的话说吗？算了，不逗你玩了。刚才和你也说了，我现在工作的是一个创业公司，成立还没有1个月呢。老板是个海归博士，早先还在谷歌领导过一个研发项目。你不是业余时间写了一个 APP 吗？他说代码很简洁，实现功能却很强大，几乎不消耗内存。我说我认识这作者，他认为你就需要的程序高手，想让我挖你过来，待遇肯定不会比你现在低，有大贡献还有股份期权。我找你主要就这事，你考虑考虑吧。明天上午9点过来和我们老板聊聊，公司就在楼上705。我对这方面还真有点兴趣，明天早上9点吧，我过来面试看看。这么痛快啊！我听张博说，为了请你去面面，还请你做过大保健，你才勉为其难答应的。看来我面子比他好使。怎么收拾东西？这是又要搬家吗？你猜对了，房东毁约让咱们腾地方，3天之内必须搬走。干脆就一劳永逸吧。明天我去把彩票兑了，咱就是有钱人了，自己买套房子，再也不让人赶着搬家了。3天搬家，你还要买房子，来得及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来不及咱就去酒店住嘛，不差钱儿。你就烧瓜吧，暴发户。哎呀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还是讨论一下正经事儿吧。我们买什么样的房子？几百平豪宅还是经济适用房够住就行？我觉得没必要买太大的，打扫起来也麻烦。要是请保姆吧，咱是小门小屋出身，还不习惯让人伺候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也不能太小了，不然以后有了孩子还得换，附近还得有配套的学校、幼儿园，还在这附近找吧，咱俩上班都近。喂，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，都考虑孩子了，你想的倒是挺长远呀。这可由不得你，本大爷相中你，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孩子必须得生，就从现在开始，哇哈哈哈哈哈！2亿存3年期吧，剩下的存到这张卡里面。那是不是说3年后到期将有本息2亿2700万？1年利息900万，3年2700万，算的没错。哎呀妈呀，这利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够，瞬间感觉上班点意思也没有了。那你别上班了，我养你一辈子。
我怎么发现你比以前帅了呢？那是因为我的腰杆终于挺直了。回到现实，还是要从买房开始，不然俩人2天后就没地方住了。燕京房价让我窒息，过去只想回小县城买房结婚。学区房划分、前任房主孩子入学情况，这些你都没听过吧？真没听过，原来还有这么多道道。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办结婚证，再办买房过户？我户口本随身携带。别装可怜，你现在是实打实的亿万富翁，该我巴结你才对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堵车，让2位久等了。一会儿我买单。没事没事，李哥，我们准备结婚，想一步到位买套2手房，请您出主意。好事儿啊，我和程姐包大红包，有意向小区、面积、特殊要求。李哥，你看这个锦秋园，能现在去看房吗？锦秋园建成2年多，3套房源，单价高，新房不到3年过户要多交一笔费。但户型新，结构合理，物业不错，收费有点狠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好。房东自装修后一直空置半年多，原为他儿子的婚房，结果回婚没结成。既然小区有很一通，卫生间防水做了几遍？房东要价1300万，税费自止，不还价。中介费我给最低，房价1300万加税费76万，零头免了。今天能签合同吗？签完就能搬？我的错，房东抽风非要收房。不过今天签完手续，家族过户，最快3天拿房本，最晚1周。明天搬家，后天我带你回家见父母，商量结婚，怎么样？我父母开明，婚姻由我自己做主。曾凡，我想和你做个约定，1年后的今天，如果你还想娶，我还想嫁，我们就结婚。为什么还要等1年？认识太短，了解不够。男人有钱会变坏，给我们彼此1年时间，免得后悔。我不相信电视里要死要活的爱情，但我确实想和你相守到老。我相信你现在是真心，可以以后会有更漂亮、更善解人意的美女投怀送抱，你怎么办？我喜欢你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不会花言巧语、违心讨好我。希望你永远不会变。有钱人，你以后还上不上班？这几年为还债太累，想歇一阵子，至少不用再为5斗米折腰了。咱俩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怎么样？世界这么大，咱们也去看看。我在燕京10几年，故宫没去过，长城没爬过。哎呦，看把娃委屈的，不哭不哭，你能走得了吗？不是还答应你那个前女友去面试？不是前女友，是普通同事。好好，是普通同事，普通同事。我明天去王小雨公司面试，然后辞职，反正都是走过场。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公司。我们公司全称是大脑编动股份有限公司，老板叫刘一凡，1、2、3、4的一，和你一样平凡的凡，是一家做脑机接口的公司。你好，你好，久等了，我是刘一凡，请坐。哎，刘总好，你们最近开发的那款游戏很火啊，听说同时在线已过100万，恭喜。一般般吧，每天多少公司开张倒闭。你的首页权小程序我研究过，算法很巧妙，我们公司正缺你这样的编程高手。你对脑波游戏了解不了解？有所了解，没玩过。这项解析技术我领先至少10年，希望做原生态沉浸式在线游戏。那样的一套游戏装具应该很贵吧？元器件成本已降，销量摊平就行，开创性前景无限。刘总，我能体验下你们的设备吗？别叫刘总，叫我一凡。这是我们特别定做的概念机，昨天刚到，只做了3套。设备昨天才到，只调试了1台。你先去更衣室换游戏服。还紧张吗？放心，全新未拆装。好真实。
妈妈咪呀，这一家子要会餐的节奏吗？啊！快看他的脑波频率！这哥们真猛！他居然完成了全流程，感觉怎么样？身体哪里不舒服？就是大脑觉得累，好像加了一宿班，身体很轻松，好像发烧捂了一身汗。你这感觉和我们差不多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你还是个正常人。曾凡，游戏舱也可以完全用脑波控制开启和旋转，这是测试设备，暂时还没有加上这个功能。你的表现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，看你游戏里的表现，我都觉得这设备可以量产了。哥们儿，你太牛了！我是吴震，毕业于华科大。你刚才体验的游戏场景是我带领人开发的，以后我们要精诚合作了。游戏退出的原因找到了，是脑波频率和心率同时大幅度降低。怪不得那么厉害，脑波比我们都活跃。这显示极限值是多少？搏斗那一段脑波频率肯定超过60了，这台设备监测的上限值就是60赫兹，看来这个值还得上调。这就是最强大脑啊！曾凡，你说说你的亲身体验，给我们提意见。我觉得这次的体验时间很短，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你刚才说黑屏悬浮的时间感觉很短，视频你也看到了，有将近5分钟。这是一个游戏载入的过程，也是对你的身体进行综合扫描，同时生成你在游戏里面人物角色的数字模型。我们也是故意设置5分钟的虚空静默，可以方便玩家静下心来，集中注意力。你们看他这时候的脑波迅速降低，这相当于在几秒钟内进入了深度睡眠。对比一下我们的，吴震的最活跃，几乎全程没有明显降低，我的最接近曾凡，也用了1分多的时间。吴震，你当时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呢？咱们组装好后，我是最先进这游戏舱里面测试，刚开始2分钟就盼着千万别出 bug， 别丢脸，别被老板炒鱿鱼，不然下个月房贷不知道怎么还呢。不应该啊，游戏加载没这么长时间啊，是不是死机了？后来画面出来了，我一动不能动，心想这下完犊子，肯定能出大 bug 了。你没感觉到微风、草香和花香？我感觉个锤子，屎都快挤出来了，一动不能动，那还有心思感觉那个？我好奇的也是这一点，游戏舱确实有风力风向的控制，以后我们也会加上味道的控制，但是现在还没加上呢。曾凡，你确定真的闻到香味了吗？当时感觉很清晰啊，难道是产生幻觉了吗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你大脑比较活跃，综合思维强大，看到景象自动补全相应的信息。曾凡跑得比狮子都快，这速度可以测出来吗？这已经超过人类极限了吧？吴震，你这游戏设计的有问题啊！几个人能跑得过狮子？我们限定的狮子不会下水，你如果逃跑，狮子只会跟随，不会主动攻击，并且跟随一阵就会撤了。谁知道曾凡这么彪悍啊！游戏后台监测狮子最快奔速度达到了22米每秒，曾凡是25米每秒，后面那下肘击和出腿速度比这个还快，这是人类的速度吗？狮子是我让加上的，也是为了刺激一下人的大脑活动。游戏角色的各项身体数据来自于第一次进入时对身体的扫描结果，是和脑波感应强度成正比的。我们有一个综合计算模型，曾凡的力量、速度都达到了最大值，看来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。对人体的各项数据设定的有点保守了。从曾凡的描述可以看出他的体验感比较强，狮子带给他的危险性刺激出了他的极限潜能。这种潜力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激发，即便是偶然出现了，受限于身体素质，也很难达到曾凡游戏中表现出的速度和力量。所以数据模型应该不急着修改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测试，收集更多的数据。我认为曾凡这样的特例绝对不会多。那这样吧，石鑫负责把那边2台游戏聪组装调试好，继续用原来的模型测试。这一台调整数据，以后专门留给曾凡测试用。本来看你的履历，我已经尽量高估你的实力了，没想到你还是给了我个惊喜。我做人脑研究超过10年了，各种类型的人脑波测试过无数，所有这些人里面，你是最特殊的一个。我是个无神论者，不得不佩服命运的奇妙。感谢上天让我们相遇，再次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。我和张从、徐灿是公司的发起人，也是主要出资人。公司总控制是5000万，我们决定从我个人的股份里分割给你5%，条件和吴震、石鑫他们一样。你还有什么要求也提出来，都可以商量。我希望能以实际出资占股，我可以出资1000万。这样当然更好，能缓解我们的资金压力，我们招揽更多的优秀人才，让我们的成果更快上市。那我们几个人的股份要重新计算，得变更持股协议了。加入了刘一凡的公司，
我和李红两人的旅游计划自然没有进行。常人的脑信号像没对焦的照片，模糊。可曾凡，他的脑波像专业摄影师拍的底片，精准、稳定，极少出错。如果我们联合发论文，诺贝尔奖真不是梦。这天赋像武侠主角捡到秘籍。我们算法已能同步开发，虽基础，但画面领先市面很多。大草原是第一个产品，未来还有更多扩展。公司决定先推这2款，枪战入门易，格斗是后期主打。曾凡，你游戏里能胜狮子，现实中肯定精通格斗。格斗游戏交给你策划加编程。NPC 建模我只提设定，动作设计耗了1个月。武术实战用处不大，但游戏里传统算法套路已被摸透，我设计的新算法靠陪练自我进化，只需陪1个 NPC， 成熟后可复用于全部角色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我高估了自己。觉知此事要躬行，我需要真正的实战。请问您找哪位？找陆教练。哦，陆教练在训练区，您往里走。你好，你就是曾凡吧？我是陆羽，马路的路，雨雪的雨。我是曾凡，想在这里系统学习搏击格斗，最好能增加点实战经验。跟我过来吧，我先带你做基本的测试。你来一下试试。我靠！啊！哥们儿，你以前练过吧？行，来，把这个穿上。哟，陆羽又要欺负新人啊？你丫知道个屁！我俩还不知道谁欺负谁呢。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，还没打就怂了。赶紧上擂台！来吧，全力攻击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我有这么厉害吗？喂，醒醒，孙子，醒醒！别拍了，趁机占我便宜。曾凡，你太猛了，就你这素质不去打比赛可惜了。孙子，你敢不敢和他比比？你叫曾凡是吧？我叫王崩，3横一竖的王，3个牛的崩，多多指教。我的天！我听陆羽说，你从来没受过专业训练，也没打过比赛，你这表现可一点不像啊。您过奖了，蔡万在泰国打过几10场，拿过冠军，我们花大价钱请来的，平时狂得很，居然被你一脚踹倒。你知道李红为什么让你来找我吗？他说你们俱乐部经常送人去他们那里治伤，所以认识你。我几年前就追求，没答应我。按说哥们儿这身材相貌，我们家也不差钱。我妈是大学教授，我爸是公司老板，很多小姑娘哭着喊着要嫁给我呢，可他就是看不上我。可能是你条件太好了吧，让他没有安全感。怪不得相中你，这说法都一样。哥们儿条件好，还成缺点了，找谁说理去？12家俱乐部，4赛季，年终4强对决，本季只剩最后4场。今天我们去故宫逛逛怎么样？你不是总说没去过吗？好不容易休息1天，哪儿都不想去，家里待着不舒服吗？那怨谁？还不是你自找的。好啊，敢笑话为师，看我家法伺候。哎呀，奴家不敢了。凡哥，今天可是咱们俱乐部第1场年终比赛，争夺年度决赛权，我来接你了，就在你楼下。这么着急？
不是下午才比赛吗？我的凡哥，你心可真大，这马上就中午了，吃完饭排兵布阵、战术讨论、热身训练都需要时间啊，赶紧下来吧。猜万对景军胜率70%，景军意志力不强，遇敢打敢拼的得跪。最稳的应该是曾凡对刘道明，力量不差，速度更是碾压。刘道明经验丰富，意志顽强，这点正是曾凡欠缺的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你是急诊科护士，每天见的场面都比这个血腥吧？有啥好担心的？放心吧。我不是怕你受伤吗？狗咬吕洞宾。没两把刷子，陆瑜他们也不会让我上了，别担心。哎，曾凡该热身了，别在这儿起腻了。陆羽，曾凡要是受伤，我可唯你是问。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还是担心别人吧。我们这小比赛，曾凡那就是神。记住，别硬拼，用脑子。准备，开始。KO， 第2场 KO， 第1回合结束。不用，我才刚热身。凡哥，你这话让刘道明听见，不用比赛，直接被你气昏了。暂停，医疗组进场。师傅，你来了。你和他们对打，不要总是一言不发，要多多交流，就像我指点你一样，多教教他们。好麻烦啊，他们说的话经常听不懂。听不懂就多问，想办法弄懂为止，不要不好意思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上次没去成，今天可别再被打扰了。它一共是15层的。据说下面铺了15层砖，皇家院子都这么讲究。可惜不让进屋，门槛天天几万人踩，不踢烂才怪。乾清宫冬冷夏热，康熙晚年搬去养心殿，子孙都跟着搬。就你怪话多，是你知道的多还是导游知道的多？好了，不说了，咱还跟着他们走吗？等一会儿跟后面那一组走。正好要找你呢，来我办公室。你设计的那个阿成怎么回事？突然变成话痨了？昨天还不这样？没有啊，昨晚发现数据库暴涨，我也正找原因。他问我认识不认识许文，说好几个人觉得她是美女，他也想认识。许文是谁？也是咱们公司的吗？我靠，你也来这个，真服了！央美毕业的美术总监，大美女哦。你算了吧，一个公司工作，早晚会认识。阿成可能是听别人说的，记住了，产生好奇。如果这不是你设计的功能，那你这个 NPC 就真有智能了。我也很想让它进化出真正的智能，可这很难。我先研究代码。我居然这么牛逼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师傅，
你今天迟到了。师傅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能听懂别人说什么了。怎么听懂的？把他们嘴上说的和大脑里面想的结合在一起就明白了。以前只和师傅训练没发现异常，现在多人进来，他们脑波里总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根本看不懂，只能存进数据库。昨天师傅说不懂就问，我就真问了，结果发现别人嘴上答，脑子里也同步答，原来脑波也能被提问触发。尤其有个程序员被我问住，说了句内事不决问度娘，外事不决问谷歌，我一下就冲破公司内网限制，现在整个互联网都是我的训练场。阿成，你为什么要认识许文？公司里通过中级测试的人都来陪我训练过，只有他没来过。还有呢，很多人大脑里总闪过他的图片，我也很好奇他的脑波是什么样子。阿成，你现在知道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吗？脑波游戏舱和基于游戏舱的脑波游戏。你对这些有什么建议吗？感觉游戏设计太简单，进度太慢了。现在这2个游戏如果交给你来做，多久能完成？如果只能用公司现有算力，1个月以内；如果能调用外部空余算力，1个小时以内。我给你布定这个新任务，研究市面上的游戏，做一个能发挥游戏舱特长又无法被模仿的游戏策划。好的，师傅。这就是我们最新一代原型机，全身仿生金络驱动，琴弦是金属线传动。1号，走2步。是，走2步。不怕笑话，走快就摔跤，平衡控制太难，造身体1年，学走路半年。董总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宽阔一点的场地，测试一下他的其他能力？楼后面小花园有个篮球场，行吗？篮球场面积肯定是足够，问题是机器人曝光行不行？也是啊，太激动了，就是以现在展现出来的水平，足以轰动世界了。1号，以篮球场为界，测试往返跑。是，以篮球场为界，测试往返跑。1号，接球。1号，捡球，扔回来。滴，警告，电量不足，即将关机。警告，电量不足，即将关机。这方面设计的时候有考虑，能达到什么效果还不确定。这个机器人也是第一次跨平台的试验，目前也只是测试了一部分能力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一部分已经足够惊艳了，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能力吗？我在以前的公司写过一个智能客服程序，可惜不太完善，后来辞职来到现在的公司。编写这个智能程序的时候，也加强了应答功能。后来程序发生了进化，这部分能力应该也变强了，还没有测试。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挺多的，大多数都是基于深入学习理论，需要庞大的算力和数据支撑，也只是弱人工智能。我现在的公司也没有这些资源，所以我就换了个思路，增强了程序的自主判断和学习进化能力。我们对程序的训练是在游戏舱里通过脑波进行交流，可能是这些特殊的条件造成了程序的进化。它的模仿学习能力很强，这个机器人的算力不如我们公司服务器，不知道它能达到什么水平。量产的话，可能最少要等半年时间。这部机器人身上几千个零部件需要从头开模制作、组装调试。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如果加上个漂亮的外壳，学习能力、纠作都很强。这要是学会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只要不是太贵，家家户户都会想要的。刘总，我刚得到消息，贵公司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有所突破，不知道属不属实。确实如此。今天上午，我们和京云智能合作的机器人进行了首次测试，视频网上轰动。华科院张发院士参与测试，给予极高评价。哈哈，你消息倒是灵通啊！我身边这位曾凡先生是我们公司第2大股东，也是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，让他来介绍。曾先生，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呢？高女士叫我曾凡就行。这个智能程序是我们开发游戏过程中的偶然成果，具体水平不好说。就我所知，应比市面上已知智能程序高一些。技术水平能不能超过波士顿动力的大狗？他们软硬件自源，我们是纯软件层面，相同硬件下，他们比不过我们的产品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们刚在车辆自动驾驶方面做了测试，两位美女想不想体验一下？这个可以，比机器人更有说服力。请。你没去拿钥匙吗？
拿了。小特，过来接我。这里的停车场无人驾驶可不能进，劳烦刘总去停下车，我们去咖啡厅等你。王姐啊，曾先生今年贵庚啊？我84年出生，今年35了。看上去像45。我长得比较着急。据我所知，这项技术可以说是你一人之力开发出来的，不知道曾先生有没有兴趣独自发展？我现在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，对赚取更多的钱兴趣不大。哦，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呢？现在的兴趣就是我的工作，为我们的游戏仓开发出一款与众不同的游戏。今天又产生了新的兴趣，就是用我们的智能程序加速自动驾驶的普及。自动驾驶有望成为下一个风口，如果你们公司能拿出成熟的方案，成为汽车领域的微软也不是不可能。高女士认为我们的技术怎么样？目前比较知名的自动驾驶技术我都体验过，也就杜猫的水平和你们接近。他们的问题是普及成本太高，你们的纯软件方案对所有的车厂都是很大的诱惑。如果这项技术通过官方测试，那你们公司的估值要翻10倍以上。不知道高女士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工作呢？我们公司草创，很多方面都不规范，急需高女士这样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。那刘总，你能给我什么待遇呢？首席运营官，5年2%的公司期权。说实话，这个职位对我很有吸引力，可惜我和公司有合约，不能随便离职。高姐，你也别太拼了，注意身体啊！哎呀，我这不是想让这个项目早点上线吗？怎么突然瞪我？这家伙不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吧？怎么可能？这家伙一看就是情商不高的样子，可能到现在还没谈过女朋友。哎呀，高姐也真是拉着我加班，还谈起来没完没了。这家伙心真大，不会睡着了吧？活该你没有女朋友，大美女坐你对面居然睡觉。那今天就谈到这里吧，我告诉许慧云明天上午去面试。曾先生看起来很累，工作再重要也要注意多休息啊。我回来了，你吃饭了吧？早吃完了，等着你回来还不得饿死？臭死了，赶紧去刷牙洗澡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有情况。今天我们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发明。你们的游戏仓不是也号称要改变世界吗？也没见哪儿改变了。那个是以后，我现在说的是眼前的。眼前的什么？拿出来我瞧瞧。人工智能，实际产品还要等几天。我给你买辆车吧。我们上班走路比开车都快，买了车放在车库里面吃灰吗？你不是还要回家看父母？我们还计划出去旅行，都用得上啊。那好吧。你哪天休息，我们去买车。瞧把你嘚瑟的。即日起暂停与京云智能的谈判。我们需要更全面、客观的评估，不是基于关系，而是基于数据。抽调30名核心程序员，全部归入 AI 部。核心设计完成，剩下的交给他们就好。怎么哄孩子睡觉？红烧肉的家常做法。明天的股市预测，梵高的艺术风格。他连柴米油盐都懂，比杜芒准多了，而且越问越聪明。曾凡，把这个做成 App， 免费上线。美术师许文已经设计好了标志，叫萌兔。才几百人，有点冷清啊。用户自发传播，评论区全是卫神器。估值现在是上个月的100倍，但我不急着卖。世界已经变了。阿成，你留下的火种烧起来了。李红，准备带曾凡回家见父母了？一会儿就走，到了家还能赶上吃早饭。你这眼瞅着都要30了，早点定下来，赶紧要个孩子，不然都要成高龄产妇了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姐夫，你们过年放几天假？ 7天，
我们初6开工。哎呀，你们真幸福！我跟我们护士长据理力争，才让我休息3天，真是太没人性了。刘小媛，你下班了不赶紧回家，还在我车上干嘛？你一个新来的，让你过年休3天还不满足？我们大年初一在医院都过好几年才能轮上过年休息。红姐，我可问姐夫了，你们回家正好路过芍药居，我搭个便车。你这豪车买了我还没坐过呢。谁让你见色忘义？我请客那天你不来，坐好了系安全带。小媛，安全带系上。哎呀，我坐后排系什么安全带？叔叔又看不见。你请客那天我男朋友同学聚会，人家都要求带女朋友，我不去怎么行？你这车没装自动驾驶吗？还在自己开车？你奥特了！我跟你说，那玩意儿可好用了，你只需要告诉车子去哪儿就够了，全程不用管。姐夫还是程序员，让他给你装一个，你就解放了。这车也装了，只不过我更习惯自己开车。小媛，你们过年去你男朋友家过吗？怎么可能去他家过年？他家龙江的，我只有3天假期，来回都在路上过了，不值当。老头子，你下楼去看看，应该快到了吧？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老李，出来遛弯啊？女儿说今天回来，我去迎迎。哎呀，巧了，我也是接女儿，咱俩一起去等吧。老李呀，李红还没对象吗？你得说说他，老大不小的了，别太挑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孩子大了，婚姻的事情他自己做主，我们做父母的配合就行了。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真滚到自己头上，你不着急吗？这种事情着急也没用，缘分天注定嘛。你男朋友呢？他回自己家过年了。李叔，李红回来过年吗？他可是好几年没回来了，他们医院就那么忙啊？这不是今天要回来吗？医院是平时很忙，过节更忙，过年休假更是要轮流排班。我还有事儿，先回去了。好的，李叔再见。爸，等着急了吧？跟你说了不用下来等我的，你还下来。叔叔你好，我是曾凡，李红的男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来我们家过年，赶紧回去吧。他妈妈把饭都做好了，就等你们回来呢。哎，我来。哎呀，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都挺贵的，浪费钱。暴发户，不让他买非得买，钱多了烧得慌。第一次上门，我也不知道买啥，这还是我们一个同事给我出的，不周到的地方，叔叔您多包涵。小曾啊，多吃点，到这儿就和到家一样，可千万别拘束。妈，他都多大的人了，不知道自己夹菜，你知道人家爱吃不爱吃就给人往碗里面夹。这丫头教训起我来了。爱吃，婶儿家的菜我都爱吃，谢谢婶儿，我自己夹就行了。小曾啊，你上这儿过年，家里没什么意见吧？叔，婶儿，我是独生子，我爸妈3年前就都没了，我爷爷奶奶在我刚记事儿的时候就没了，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了。哎呀，小曾，不好意思，婶儿不该提这个，别伤心。没事儿，这2年我都是一个人过年，早就习惯了。你要是不嫌弃，以后就把这里当成你的家。这小曾我看着还行，挺稳重的，年龄大几岁知道心疼人儿，你眼光不错。我不是跟您说了不要提他父母，您怎么还提？刚才多尴尬。好啦，是妈的不对，你们想好什么时候结婚了吗？你这年龄也不小了。我们认识才半年时间，还不着急。再说了，他突然有钱了，谁知道会不会变？我巴巴的赶着结婚，好像我图他的钱似的。讨厌也要有个限度，别太过火。现在新闻里报道，燕京城的剩女几10万，他现在有钱了，谁知道多少人惦记着呢？那倒是没有，他脾气很好，我还没见过他着急，倒是我吼过他几次，也不见他生气。还劝我不要着急，有话好好说。那你也不能太过分，脾气好不代表没脾气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明天去你爷爷家吃年夜饭，你们拿来的酒带2瓶，把那2条烟给你爷爷拿去吧。你爸爸不抽烟，真是买这么贵的烟干嘛？哎呀，我又不知道，我本来想着下夜班回来路上买的，谁知道他提前买好。李红，当年我还给你写过情书呢，你可是我的暗恋对象。张彪，你给多少人写过情书啊？当年写给我的可还保留着呢，要不要我发群里展览一下？可以啊，彪子，情书还带群发的。你们少打岔，我是先写给李红，他没反应我才写给别人。那你这心也不成啊！你看看班长，人家锲而不舍地追了咱学庭高中3年，大学4年才终成眷属呢。
就是。哎，我说你们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感情你们个个的要么都结婚带娃了，要么都有对象了，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那你也得找对目标啊！李红有男朋友，咱们班还好几个单着的女同学，你找他们去，我不管你。你等多久了？没多久，10几分钟吧。那回吧。李红，这就是你男朋友吧？你好，我是张彪，彪悍的彪，李红的高中同学。你好，我是曾凡，平凡的凡。老二啊，就等你们家了，老三、老四家都来了。大爷过年好！哟，这不是红红吗？过年好，过年好！你可是好几年没回来过年了。这是你对象，你好，我是小红的大爷。大爷你好，我叫曾凡。小伙子不错，赶紧进屋吧。李红，你也去银行上班怎么样？我大学专业是护理，又不是金融，怎么去银行工作？刚才吴行长给我打电话拜年，我咨询了一下，你是正规院校本科毕业，英语也过了6级，资格完全没问题。他们行每年都有培训名额，学习一下就行了，他就可以安排。怎么忽然想让我去银行工作？我不是看你每天工作挺辛苦吗？还时不时的要上夜班，银行工作轻松一点啊。不去银行还得从头学起。再说我不喜欢整天的数钱。其实你不上班我也可以养你的，还那么辛苦干嘛？然后等到我人老珠黄了，你再去找个更年轻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这是电视剧看多了。明年我就能提护士长了，到时候不上夜班，应该会轻松不少。那好吧，你开心就好。宝贝呀，这就好啊，清蒸鲛鱼，快请吃做红吧。是让人呢，看人呗，找我呀，好好吃一面。王丹丹的老公叫刘厚，在金创集团工作，好像是个部门经理吧。刘春妮老公叫石德明，指挥交通的工作。他们喝酒吗？你说呢？一个国企，一个公职，不喝酒人怎么搞好关系？你以为都跟你一样？提前说好了，我可不喝酒。你不喝，没人强灌你。曾凡，早就听李红说起过你，一直没机会聚聚。你们公司最近知名度很高呀，3天2头上头条。我听说好几个外国车企在跟你们谈判，要引入你们开发的自动驾驶系统，是有这回事。谈判不怎么顺利，细节我也不太清楚，有专人负责谈判，我们只管技术实现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也是为国争光了，能让老外在技术方面求着咱们的时候可不多。我可不喝酒，饮料可以奉陪，一会儿我敬你。都一样，少喝酒对身体好。真羡慕你啊，可惜我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第一杯，敬我们3姐妹20多年的友谊，干杯！干杯！上次咱们3个坐一起，还是我结婚的时候，转眼都有4、5年了吧？你是14年底结的婚，4年多了。那天还下了场很大的雪，我们俩穿着伴娘服，快冻坏了。可不嘛，我让你拿着咱俩的羽绒服，结果你给忘拿了，把咱们2个冻得够呛。李红，你和曾凡什么时候结婚？你可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再拖下去你都30了。李红这是有眼光，等到一个金龟婿，好饭不怕晚。是啊，真羡慕他，不用为房贷车贷发愁。你说对吧，丹丹？丹丹，你这复出也有2年了，快转正了吧？哪有那么容易？现在要求要2年基层工作经验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正后悔前2年没有先要个孩子，下去了肯定是暂时要不了了。甘蔗哪有2头甜，还是孩子重要。正出晚几年也没什么吧。我们3个还是春娜最通透，从小就计划的明明白白。哎，今天没见你家俩娃呢？在我婆婆家呢，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亲。我们这里就是客栈。师哥指挥交通的，你来说说，这自动驾驶什么时候能上路啊？现在满大街开车不扶方向盘的太多了，抓也抓不过来，抓住了也掰扯不清，人家死不承认，你也没辙。这个又不像是酒驾，喝没喝酒一喷就知道了。我们比任何人都希望早点啊。应该快了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条文，年后开大会就能通过。曾哥，你这消息靠谱吗？国内几大车企搭载自动驾驶的车马上就要上市了。我听我们公司负责谈判的徐总说，年前和几大车企在交通委开过协调会，定下这事儿，然后他们才和我们公司签的合同。早点通过，这是好事儿，能减少不少的交通事故，以后喝酒也不用找代驾了。这个是事实，现在国内保守估计改装了自动驾驶的车辆得超过1000万辆，曝光出来的事故也就那么10几起。还都是其他的原因，不是车机死机，就是对方违规。以后我们可是要轻松多了。曾哥，我们得敬你一个，你们不仅是为国争光，而是为整个人类都做出大贡献啊！这也是公司的商业行为，也收了不少授权费呢。那是你们领先嘛？灯塔高模公司不就是？这以后要大发了，你们公司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你又是创业元老，公司一上市，妥妥的亿万富翁。以后要多聚，一定，微信常联系，下次轮到我请。
这就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。86年去云南，一走就是30年。舒平的妈当年在燕岗可不容易。表姐，你还在当护士，那个工作多累啊，干脆辞职跟我一起干吧。以后是自媒体的天下，咱姐俩到处旅行，拍拍视频，写写文章，一路玩着就把钱挣了。你一个女孩子独身到处去跑，多不安全。放着好好的电视台工作不干，你就作吧。姐夫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看你们开的车，你挺有钱呀。别叫姐夫，我们还没结婚呢。那不是早晚的事情吗？我是程序员，写代码的。看来你收入不低，年薪过100万吧？差不多吧。你们买房了吗？怪不得我表姐这么稳，这是心中有底啊。姐夫，给你个名片，加个联系方式，这几是我自媒体号，你也关注一下。没事给我点点赞，写写评论。姐，真的，你应该再考虑考虑。现在的短视频太吃颜值了，就你这颜值，这身材，这2条大长大腿，我看着都心动。穿上一身衣带飘飘的汉服，在这乌灵山庄的湖边一走，那视频拍出来，配上我的文案策划，肯定能爆火。你负责出镜亮相，我来拍摄、写文文、搞策划，准榜吸引无数流量。瞅瞅你现在的样子，整个一个女色狼，我这是人之常情，怎么就色了？姐夫对你不色吗？你可别跟我说，你们2人私下相处的时候也这样一本正经。来，开奶了。姐夫，车钥匙，我来开车。找你姐要，我没驾照，开不了车，不拿钥匙。老板做派，合着你们出来都是我姐开车呀？今天咱们去爬长城，走起！哎呀，第一次开这么贵的车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呜，蓝瘦香菇。你们俩是不是来过？当然来过啊，还不止一次呢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这一段就叫天梯，你看形象不形象？这里有点危险啊，不然咱们回去吧。反正山也爬了，长城也看了。姐夫，你是不是男人呀？我们2个女人还没说退呢，你就要跑？这和是不是男人没关系。你看这地势，直上直下，往上面爬没有任何防护，万一手滑或者踩空，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吗？你这人真没劲，年纪轻轻的怎么跟老头子一样？希望这个家伙别那么顽固，他一走，表姐也会跟着走，我自己还怎么玩？曾凡，也没那么危险了，这里的城墙都加固过，我们俩以前都爬过的，没事。你们都要爬，那就爬吧。还是你们先上，我在下面跟着。这座敌楼入口这么高，怎么进去？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是可以进去的，那时候还没这些铁箍，后来可能是怕塌了砸到人吧，他们把入口下面的石头搬走了，就成这样了。里面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和下面那几座差不多，估计顶子都塌了。哇！我要航拍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阿成，起飞，开始航拍。姐夫，你这是哪里下载的控制软件？好厉害，能自动控制飞行啊！不但稳定性高，还能自动调节远景、近景，专业摄影师的水平啊！姐夫，你这软件给我一个呗，在我这里能发挥大作用，这差不多能顶一个专业摄影师了，还不要工资？给你没问题，你只能自己用，扩散开来可能跟人家公司会有版权纠纷。姐夫你太好了，姐，我发现你太有眼光了，姐夫真是有才又有才，我都情不自禁的喜欢他了。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跟个小孩子一样抽风。姐，姐夫那个是不是很厉害？你个坏丫头，这话也说得出口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见多识广了，看你这满面春风的样子，姐夫一定让你很满意吧？还行吧。你打听这个干嘛？可不准动歪心思。姐，咱俩是2姨姐妹，又都是独生女，就跟亲姐妹差不多了。以后你要是不喜欢了，可以让给我嘛，我不嫌弃的。呸！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，根本不可能。再说了，他是个大活人，又不是个玩具，说让你就让你。近水楼台嘛，以后我时常的去你们家住，接触多了自然就有感情了。姐夫一看就是个重感情的人。哎，不对，坏丫头，又拿我开涮。我们赶紧下山吧，回去晚了，大人们该唠叨了。我看看你是不是很开心。看到了吗？还行，你隐藏得很好，暂时没有发现。
你怎么就这么想我呢？小鹿都已经跟我挑明了，人家随时可以为你献身，都不计较身份，还不要你的钱，他自己能养活自己。我怎么看你也不像有那么大魅力的人呀。那你还带着我去他家？那有什么办法？没有小鹿，还有其他，就算是便宜了他，至少还是自己人。你的脑回路真奇特。冲动是人的本能，有冲动才正常。你能克制，是因为在我这里得到了满足。但是呢，每天只对着一个人，时间长了，总会有厌烦的一天。我能克制住。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也都过来了。一味的去克制反而对身体不好。人身体很多的疾病，要么是过于放纵，要么是过于克制，或者说是过于压抑。进来吧，欢迎两位，大驾光临，你们随便坐吧，我还有一个菜就好了。好啦，最后一个菜，猪肉炖条上桌了，你们两个过来吧，咱们开整。看到没？红酒我都醒好了。李红，今天咱俩把这些都干掉。曾凡，你就喝那瓶绿茶吧。要喝你自己喝，我也戒酒了。别呀，你那么好的酒量，怎么能忌酒呢？反正是坚决不喝了。你喝最后一回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你不喝都浪费了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曾凡帮我解决了大麻烦。其次，也要感谢我的好姐妹李红，毕竟是因为你，我才认识的曾凡。小鹿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只是举手之劳，又没费什么力气。不管是举手还是举脚，反正是帮了我大忙。要是被那个家伙把视频发到网上，我这直播事业就彻底凉凉了。别举着了，干杯！其实那家伙一直表现的还可以，人很大方又风趣幽默，长得也帅，我都动了嫁人的念头了。没想到竟然是个骗子！你不恨他偷拍你，居然恨他欺骗你，咋地？不行吗？谢冰实际年龄30岁，在大公司工作。年收入几十万到100万不等，结婚5年，有1儿1女，市区2套房产，宝马轿车1辆。他本来是不差钱的人，可是最近迷上了 WD， 尤其是最近输了200万，还借了20万网贷。那家伙纯属是头脑一热才铤而走险的，他的偷拍的设备和手法并不专业。小鹿，真的这么随便吗？还那个表演？也太那啥了。也不都是这种，也有绿波，穿着比你们那个平台还保守，人家就是陪聊、表演才艺什么的。你手机里面一定还有吧？打开来看看。呸！真不要脸！曾凡，凡哥，你能不能把这个软件给我用用？喂，我还在这儿呢，能不能收起你那一套？不能。使用这软件是有代价的，并且收获可能没有你想象的大。能挣1000万也行啊。那假如你的隐私全部曝光呢？不会吧，窃密程序啊？这软件功能可比一般窃密程序强大多了，计算机和算盘的差别。你们俩赶紧吃吧，吃完了再说。这个软件明面只有一个功能，就是预测平台及时开奖的结果，知道玩家怎么下。现在准确率已达90%多。也就是说还有暗地里的功能。不错，你挺聪明。暗地里的功能就是追踪收集使用者的个人信息、资金流向，收集完成就会自动卸载，重新生成可分享给2个人的安装包。那不是会以几何级的速度扩散？才刚开始传播几天，已经10几个人装过了，1个月以后就不好说了。回家也是无聊，去地坛逛逛庙会，好几年没逛过了。还是过年好呀，有吃的有玩的。可惜明天又要上班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肚子里面腹怼我？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，我也不想上班。那些大人物不也很忙吗？我可不敢跟你们这些大人物比，我只求能自食其力，睡觉睡得踏实。我也不是大人物，也不想当大人物，我有社恐，最烦和人打交道。别呀，你不是要改变世界吗？上次不是跟你解释了，要改变世界的是刘一凡，我只是在他的鼓动下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，你还抓住不放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我相信你。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游客朋友们，地坛公园庙会即将结束，请您。曾凡，我远远的看着就像你们俩，怎么样？这么巧碰上了，
找地方坐坐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陈飞，是个律师。你们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，都可以找她。陈飞，这就是曾凡，我们俱乐部最能打的人，他是个程序员。这是他女朋友李红，她是护士，在3院上班，就我们俱乐部附近那个医院。久仰久仰，总听陆羽提起你们。曾凡，后天就有场比赛，你要不要参加？有厉害对手吗？东城的朝阳俱乐部被鬼子控股了，新来一个空手道高手，据说很厉害，还没和人公开交过手。好吧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我就去打。曾哥，你是程序员，你听说过萌兔吗？你说的是手机上面的吗？是呀，去年年底才出来，功能很强大，能陪人聊天，还能搜索需要的内容，智能程度非常高。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曾凡，你在这家公司上班啊？听说你们公司老牛逼了，自动驾驶就是你们开发出来的吧？太好用了。其实我们的主业是开发脑波游戏，这些都是误打误撞的副产品。副产品都这么厉害了，那游戏还不得上天啊？什么游戏？我能玩吗？那我们的游戏还在开发之中，等上市了我通知你。行，到时候我必须得捧场。关于这个产品，曾哥，我叫下，能不能用萌兔的问答功能做成一个法律驴熏的软件，放到网上解答大家的问题，还能顺便替我们律所引流？我们最早做出这个智能程序的时候，就是想这种专业智能客服。萌兔只是为了宣传做出来的一个产品，没想到影响力变得这么大。我们公司初6正式开工，你们有需求，到时候来我们公司面谈吧。具体的合同有专门的部门负责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管编程。那到时候可要给我们一个优惠价格哟。这个没问题。师傅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的进度怎么样了？算力还是不够，进展很慢。我们的游戏仓不可能立刻就做到每人1台，第一批能有几万人就很不错了。你不需要全部地图都做出来，框架出来以后，集中力量做一部分，能支撑10万人的规模就行，然后一点点扩展到100万人、1000万人的规模。这里温泉很出名，也是借此成为了著名的疗养胜地。后来随着燕京的开发，这里受到了地产商们的青睐，争相圈地建了很多的别墅区。玉康园就是这其中规模前几日的别墅区。刘一凡回国后在这里安家置业，买了一座独栋别墅。还有2天公司就要开工，提前召集股东们私下聚会，准备非正式的商讨下公司的未来。亚萍姐，好久不见。慧云，快进来，外面冷。年后还得继续招人，更多的销售人才。我们现在不缺技术，不缺知名度，缺的是把这些变现的人。我的日程都已经排到3个月以后了，实在是分身乏术了。徐姐辛苦了，吴镇组织人开发的网上业务系统快弄好了，他们过年都在加班加点的干。这个系统上线后，大多数的业务都可以线上完成了。还有一项的就是研究怎样花钱。我们公司账上已经累积了30多亿现金了，很快搭载智能系统的车辆上市，以后每个月的收入会更多，必须尽快花出去，把钱变成我们的竞争力，不然是巨大的浪费。你有什么提议吗？第一，买地建我们的总部大楼；第二，建我们的数据中心。现在每个月服务器费用就2个多亿，未来我们的需求肯定会更大，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数据。这些都实施起来，我们的这点资金根本不够啊！你认为现在是我们融资的合适时机吗？这方面我不擅长，我建议你咨询专家的意见。我给高华打电话，看看他能不能过来。我们都把老婆带来了，曾凡，你怎么就自己来？我还没结婚啊，女朋友工作比较忙，今天刚开工，不能请假。她不是个护士吗？你还怕养不起她，忍心让人家去工作？她想要独立自主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们的线上业务系统已经做好了，开工就可以正式上线了。徐总的压力应该能减轻不少。你们部门各位都辛苦了，过年都没有休息。辛苦我们倒是不怕，就怕到时候把我们的人都给裁了，我们的游戏项目还能不能重新启动呀？刘总家里有没有电视或者投影？我把阿成最近1个多月的成果给大家展示下，一起来拿意见吧。大家跟我来吧，地下室我建了个小型影院。这成果怎么样？这宣传片可以媲美 BBC 的纪录片了。这可不是宣传片，也不是特意制作出来的，而是刚才阿成随机提取出来的画面。你的意思，刚才的画面都是游戏里面的场景？既是也不是。阿成根据人类已有的知识，构建了整个宇宙的粗略模型，重点场景是地球，已经达到了厘米级精细度。目前进行构建的重点是东亚大陆，将要达到微米级精细度，也就是肉眼看不出破绽为止。这野心也太大了吧！那不是能模拟出人体的每个细胞？游戏里你可以给这里面任意一个原始人做开颅手术，都让你看不出破绽。你这是又来为阿成要算力了？目前国内排得上名的超算有180多台，他们不可能每天都满负荷运转，我们可不可以把他们的空闲时段租下来？你这野心可不小啊！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，我和京城超算中心的一个副主任了解过，只要不限制，他们是很愿意出租算力的，毕竟也能节约不少运行成本。就算是整个世界都模拟到微米级了，游戏呢？
我们进去和原始人去打猎吗？需要这么庞大的算力，就是做出来了，维持成本也不会低吧？我们怎么盈利？这次建模也是阿成学习和进化的过程，这个时期最消耗算力。建模完成以后，需要的算力就会大大降低，阿成的效率会几何级增长。未来每一部安装了萌兔的手机，每一台自动驾驶的汽车，每一台游戏舱，每一颗运行智能程序的芯片，只要能联网，都能为我们提供算力。市面上的大部分游戏，我们只要有合法授权，阿成都可以在1天以内移植到我们的模拟地球上面运行，不是简单的代码移植，而是完全的重新绘制，微米级真实度。我们的模拟地球是多线程多任务同时进行运算，它可以模拟1万年前的地球形态，也可以同时模拟现在的地球形态，未来也可以模拟出任意时间段的地球形态。目前的算力可以支持10万人各自以地球为背景的单机游戏，也可以同时支持不同场景不同内容的联网游戏，只要算力足够，承载的人数可以不断增加。阿成的对算力的需求没有上限，这个求球模型也不仅仅是为了游戏，我能想到最实用的能力就是气象预测、地震预测要精准得多。这项服务要怎么盈利，那就是徐总团队的工作了。我很荣幸能加入公司，见证到这项足以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，并为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以2代游戏舱为蓝本的量产型号已经设计出来了，随时可以量产。10万台的话，成本能压缩到3万左右，全部生产完成需要1年才行。没有什么事了，继续吃。曾凡，又见面了，不请藏自来的，不会见怪吧？哪里，我这也是在别人家做客呢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孙将军，这位是李明少校，他们2位有事情找你，我正好顺路一起过来。我是孙威，这次冒昧拜访是有点事情想要调查，想请曾先生跟我们走一趟。孙将军，你有没有什么正式文件或者身份证？我们不能仅凭你一句话就让你们把人带走吧？是我们公司的股东，也是最重要的技术核心。哼，曾先生可能比你想象的更重要，谨慎点是应该的。这是我的证件，我也能给他们证明。正好我也要和刘总商量一下与贵公司的合作事宜。那好吧，曾凡，有事情再联系，回来给我打电话。知道了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吧，又不是生离死别。都坐下吧，小李，你介绍下情况。坐。